离婚率到底高不高，大家应该都看得很清楚。原因有很多，但根据我的观察，底层人离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父母干预太多。一对情侣结婚后，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，只要跟自己的父母联系太密切，离婚几乎就是注定的事。底层的男人在结婚前，很多都会被丈母娘狠狠地敲一笔，彩礼、婚房、改口费等等。在我们那边的农村地区，这些费用加起来起步就要50到100万。注意，彩礼是直接被女方父母拿走的，而且县城里付了首付的婚房，其实2个人根本不住，但房贷还得继续悬，房价还不涨，2个人要么住在农村，要么去大城市打工。所以说，只要结了婚，男方父母半辈子的积蓄和未来养老的钱就全掏空了，甚至还会背上一身债。这时候，新郎不可能对女方家庭感到满意。如果婚后女方再被娘家人操控，不断搞乱子，不断坑钱，离婚几乎是必然的结果。彩礼如果不退，要么就得打官司，要么可能会闹出人命。另外，底层的女性也并不占什么优势。只要你嫁到男方家里，男方全家可能会把你当仇人看待，因为你的到来让这个家变得一贫如洗。所以，打压你、羞辱你这些都是常有的事。如果男方是个窝囊废，什么事都听父母的，那你就更惨了。他们做很多决定都会把你排除在外。即使你生了孩子，男方全家也会把孩子占为己有，仍然把你排挤在外，时刻提防着你。因为我就是农村出来的，这些场景我都亲眼见过，甚至我的一些亲戚婚后也是这种状态。所以离婚率不可能不高。我之前在公众号上说过，我的一个表姐，她就是被她爸爸操控着去结婚、生孩子、离婚，已经反复3次了，留下3个孩子，最惨的是老大，已经改过2次姓了。当然，最大的赢家是他那个老爸，他收了3波钱，直接成了100万富翁，还落下1套房。那么我这个表姐会不会醒悟呢？可能性不大，因为从小就被控制、被洗脑，现在快40了，仍然什么事都听他爸的。最后你会发现，底层人离婚率居高不下，跟父母过度参与有很大关系。那么这种情况什么时候能改善呢？我觉得一切问题的本质都是经济问题。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人均 GDP 达到3万美元，年轻人变得富有、文明、受教育程度高，等到他们成为中年人，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，面临婚姻时就会理性很多，也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事了。因为这批中年人不再为了赚钱而嫁女儿，不再因为给儿子找媳妇而掏空家底，而且愿意给孩子充足的自由空间，尊重他们自己的决定。最重要的是，社会对女性、对单亲妈妈的保障特别到位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底层人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，结婚是自己的事，跟父母无关，里面也不会掺杂太多金钱。当然，我们这片土地上也有很多上层人士能做到这一点，比如泡皮匠结婚后，双方都没见过对方的父母，婚后也不跟亲家往来，但婚姻还是很稳定。其实明白人都知道，岳父岳母、公公婆婆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没有任何亲情可言，完全就是糟老头子和死老太婆。非要叫他们爸爸妈妈，完全是违背人性的。如果这些老人无知、愚昧、贪婪，那就更倒霉了，自己就是认贼作父、认贼作母，那种感觉肯定特别恶心。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是那种愚昧、贪婪、控制欲强的人，那么你在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跟他们翻脸，独立起来，否则你的婚姻很快就会在他们的挑唆下分崩离析，你这辈子也就完了。弗洛伊德说过，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都有弑父情节，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跟父亲做斗争，从而摆脱被统治、被支配的地位。现代社会虽然不至于到时的地步，但如果你也身处底层，这种斗争意识必须得唤醒，不然你就会被垃圾父母拿捏一辈子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